烛火，烛火没有，手电可不可以？手电筒？喏，就这个。这是何等神物？你大惊小怪什么啊？手电筒而已，停电没用过吗？无火自明，不染烟尘，亮如白昼。若将此等神物悬于城头，漠北狼骑的夜袭便无所遁形。漠北狼骑，你们这剧组服化造挺逼真啊，台词也一套一套的。掌柜，此等天降神物，店中可还有？第一，它叫手电；第二，管够。有多少？强光远射的20把，便携小手电10几个，头灯8个，还有几个大容量应急灯。我全要了。全要？大哥，你拿什么结账？扫码还是现金？此物可购。道具银子。大梁官银。你这血不是血浆，你受了真刀伤还买什么手电？赶紧去医院啊！医院是何方神圣？就是大夫看病的地方。来不及了，镇元关防线将破，火把已然耗尽。今夜若挡不住漠北的偷袭，城后3万百姓必将沦为枯骨。这绝望的眼神真不是演出来的。强光手电先给他拿20把救急。2把，2把，3把。这个叫头灯，绑脑袋上的，能腾出手来拿武器。天眼。唉，头灯。头灯我也要。啊？这古代人接受新鲜事物还挺快。那白色长条又是何物？尼龙扎肽，一拉就死紧，绑东西用的。无需系扣，竟能死死咬住。若城门木栓断裂，此物可否用来加固？对啊，只要扯不断，固定裂开的城门门轴绝对没问题。你怎知我镇元关城门已裂？你都说快守不住了，城门还能是好好的？掌柜绝非凡人，应对战局，动若观月。这尼龙绳比你们那麻绳结实100倍。还有这个防割手套，搬石头滚木的时候戴上，别把手磨废了。这手套加厚过，等会儿他去搬守城用的石头，就不会把手划烂。刀枪不入的护手软甲。你先给我坐下。战况紧急，我还能撑。你再撑，血都要流干了。我这刚拖的地板，弄脏地板也要赔钱？废话，我这是小本生意。此药为何如此刺痛？消毒杀菌，忍着点儿。掌柜竟还精通医理？精通个屁！这就是别让伤口感染的常识。不过这人嘴是真硬，一声都不带喊的。苏掌柜，顾长渊欠你一条命。你怎么知道我姓苏？那金榜上写着。行，还认字。等等，你拿着这么多东西回哪儿去？镇元关北门在召我。什么北门？那是我家承重墙，撞上去会脑震荡的。若明日我还能活着，必带足金银来还恩。若我战死，桌上那锭银子便归你了。喂，少说晦气话。
你这堆东西的钱还没算清呢。人呢？穿墙术，物理学不存在了。我家五金店连通古代战场了。大梁官银，这要是拿去古董店鉴定是真的。将军，火把好近，城墙太黑，漠北狼骑的先锋已经摸上来了，咱们守不住了。退后，解阵。拔掉尾部机关，对准敌军眼睛。按。我的眼睛！天火！大梁人换来了天火！将军，这是何等法器，竟能射出天光？此乃天神赐下的手电，传令下去，手电不可离手，照死这帮蛮子。将军，门轴断了，麻绳根本绑不住，城门要破了！让开！给我锁死！戊戌大劫，竟比铁链还韧，天有大量啊！苏掌柜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幸好一早跑去古董街把那顿官银出了，老金那家伙眼睛都看直了。苏阳，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，赶紧给老子开门还钱！苏老板，3个月房租加违约金，一共8万。今天要是拿不出来，这店里的货还有这铺子可就都归我了。王彪，你这是明抢，这铺子是我爸留下的。抢？白纸黑字写着呢。你一个破卖螺丝的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来人，给我清场！我看谁敢动！账号报过来。什么？我让你把收款账号报过来。耳朵聋了？这穷鬼哪里来的底气？8成是在虚张声势。哼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丁，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
10万？你哪儿来的钱？8万是欠你的，剩下2万是提前解约的违约金。拿上你的臭钱，带着你的狗，立刻从我的店里滚出去！行，苏莹，算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顾长渊，你这银子还真是救了我的命。将军，燕监兵的粮草队停在关外30里，说大雪封山，运不过来。放屁！昨日艳阳高照，哪来的大雪？燕贼这是看我昨夜没死在城头，想活活饿死我们。将士们已经断粮2日，连树皮都啃光了。今早又有几10个兄弟饿晕在城墙上。传令下去，把战马杀了吧。将军，那是随您出生入死的战马呀！没了马，我们怎么冲锋？人肉饿死，要马何用？你守在帐外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苏掌柜，顾某只能厚颜，再去求你了。顾长渊，你伤口又裂开了。苏掌柜，顾某厚颜，再求你一事。要什么你直说，别动不动就跪。镇元关断粮2日，将士们连树皮都啃光了。朝中严贼扣押粮草，想把我们活活饿死，可否讨些吃食？自己人在前线卖命，狗官在后面断粮，这严监军真不是个东西。大梁气数，或许真进了。进个屁！你在这儿坐着，给我10分钟。条件有限，现做来不及了，先拿这些顶上。这是自热锅，里面有肉有菜。苏掌柜，镇元关不仅缺粮，更缺柴火，生火做饭还会引来敌军窥探。谁告诉你做饭需要火的？只要倒点冷水进去，这自热包马上就会沸腾，吓死你个古代土包子！无心无火，遇水则沸。这是仙家炼丹的法器。这叫自热米饭，还有这个压缩饼干，这么一小块，够一个壮汉顶1天不饿。天降神粮，有此等神物，我镇元关3万将士有救了。严贼想看我饿死，我偏要让他看看什么叫天命在我。将军，这仙家法器真的能吃？吃，敞开了吃，这是天神赐予大梁的底气。是肉，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肉。我以为今天只能啃城墙缝里的青苔了，没想到临死前还能吃上仙人的饭菜。将军，将士们体力全恢复了，就算漠北狼骑现在攻城，咱们也能扒下他们一层皮。
苏掌柜给的千里眼，是时候试试了。10里之外，敌军主将脸上的刀疤都清晰可见。若是大梁铁骑都能配上此等神器，传令，敌军正在西侧集结冲车，把投石机全部调往西城墙，给他们迎头痛击。算算日子，顾长渊那帮人应该已经饿得连拿刀的力气都没了吧？大人，邪门了！镇元关城墙上飘出浓烈的肉香，守军非但没饿死，反而是士气大振，还提前预判了漠北的攻城路线。不可能！他们哪儿来的粮？难道有神仙修筑不成？小人亲眼所见，他们用一种无需柴火就能沸腾的法器造饭。装神弄鬼！既然饿不死他，那就一把火烧干净。今晚你带人潜入他们的库房，把那些神仙法器连同顾长居的底牌全给我烧了。遵命。快救火！快！将军，城中水井早就干了，没水啊！淫贼，你够狠！苏掌柜，水，给我水，能装多少装多少。淫贼的细作放火烧了库房。救火不用水，这古代打个仗真费劲，连救火的水都没有，还让人给偷了塔。这是何物？能装多少水？这叫干粉灭火器。听好了，提着它，拔掉这个保险烧，一手握住管子，一手用力压下把手，对准火的根部喷。只要拔掉这铁环，压下机关，此物便能灭火。大恩不言谢。让开！这是吞云吐雾的龙息法术。将军显灵，龙息灭火，天佑大梁。天官库房，火灭了，但放火的鬼还在城里。苏掌柜，镇元关内混进了淫贼的细作，敌暗我明，防不胜防。你这里可有能日夜不休替我盯住恶人的法器？日夜不休，还能把证据给你录下来，要不要？当真有此等神物？这叫太阳能监控，只要白天有太阳，就能自己充电。你把它绑在营帐高处，隐蔽点儿。他把我的魂魄拘进去了。拘你个头，这叫实时画面，只要有人在他面前经过，他就会把人的一举一动全拍下来，存进这个平板里。
千里眼还能留存罪证，若是在大梁皇宫也装上此等神物，今晚你就把它装上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烧我的货。严监兵给你的毒药，分量挺足啊。将军，你手里拿的什么妖物？不是妖物，是送你下地狱的催命符。将军，小人冤枉！昨夜小人一直在营帐中安睡，何来纵火下毒之说？您没有证据，这是屈打成招，将士们不服啊！哼，要证据？死到临头还敢煽动军心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这是什么？妖术！我的魂魄被吸进去了，这是聚魂的宝盒。天神显灵，这宝盒竟能重现昨夜之事，纤毫毕现。此乃天神赐予本将的流影宝盒。尔等一举一动，皆在天神法眼之中。严贼细作，铁证如山。斩！将军威武，天神庇佑。将军，是破城冲车，那壮木足有3人合抱那么粗，咱们裂开的城门连3下都顶不住啊！顶不住也得顶，我去请神物。苏掌柜，漠北狼心动用了重型冲车，壮木重达万斤，先前的扎绑虽韧，但绝对扛不住万斤巨力，可有能挡住巨兽撞击的神物？万斤巨力，木头车而已，跟现代重工业比力气，连个发动机都没有的破木头车，也敢叫重型？麻绳挡不住，用这个工业级钢丝绳，拉力10几吨，在城门外拉几条半马索，别说木头车，就是坦克也能给它履带勒断。非铁非钢，竟是由无数细丝拧成，好重的杀气。还有这个液压千斤顶，你把它垫在城门后面死角，压这根杆子，只要不停压这根杆子，里面的液压油就能把几10吨的东西死死顶住，城门绝对纹丝不动。如此小巧之物，竟能力拔山兮。若当年京城保卫战有此等神物，大恩不言谢。待此战告捷，长渊必带重金酬谢。
斑马索切断了冲车，天佑大梁！姓苏的，昨天让你拿钱砸老子，很爽是吧？今天不把你这破店砸成稀巴烂，老子就不姓王！给我砸！光天化日真敢砸店，这王彪是疯狗投胎吗？你他妈谁呀？穿个破铁皮玩 cosplay 呢？给老子松手！步伐虚浮，下盘不稳，只需切起手腕，顺势一靠，便能泄其力道。你敢打人？我告诉你，我是这铺子的房东，我今天就要收回房子，把你们全赶大街上去！聒噪！素莹，你给我等着！明天我就带封天来，我看你这店还怎么开！苏掌柜，受惊了。顾将军帅啊！不过这王彪是房东，他要真强行收房，我这店还真保不住。此乃大梁皇室御赐之物，价值连城。苏掌柜拿去换些银钱。谁敢欺你，我绝不答应。沁色自然，雕工绝顶，这是失传千年的皇家绝品啊！苏老板，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？祖传的。金老板，开个价吧。有了这笔钱，1500万，现金，现在就能转账。成交。苏莹，时间到了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这铺子我不租了。确实不用租了。什么东西？王总，这是这栋楼的产权全资收购合同。收购合同，1200万，买下了整栋楼。不好意思啊，王总，你因为赌债把这栋楼抵押给银行的事，我刚好知道。现在我是这栋楼的唯一产权者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我是你的房东。带着你的垃圾，3秒钟内从我的地盘滚出去！这不可能，你一个卖螺丝的哪来这么多钱？怎么了？冲车不是毁了吗？漠北10万大军倾巢而出，他们不计伤亡，四面围城，镇元关3万守军拼光了。苏掌柜，人力终有极尽时，大梁要亡了。
10万大军算个屁！今天我让你看看，什么叫现代科技的降维打击。10万大军，你就算砍到刀卷日也杀不完。对付这种冷兵器军队，得从信仰上摧毁他们。信仰？这叫无人机，能飞上天。你只要推这个杆，它就会带着强光手电升空。只要无人机飞到半空，强光一开，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古代人绝对以为是神仙下凡。还有这个大功率音响，我已经在里面下好了音频，只要按下这个红色按钮，声音能传出好几里地。常渊明白了，今日便让漠北蛮子见识一下大梁的天威。顾长渊，城门已破在即，今夜我要让镇元关寸草不生，全军冲锋！杀！将军，来生再随您杀敌。天上是什么东西？2只眼睛，天神睁开了2只眼睛。不要慌，那是大梁人的妖术。给我放箭，射下来！妖术，那便让你们听听天神的怒吼。犯我大梁者，死！真龙降世！天神发怒了！10万大军竟被几个黑匣子吓得溃成军。苏掌柜所在的世界究竟是何等险境？镇元关大捷，天佑大梁！陛下，顾长瑞拥兵自重，不仅私自烧毁粮草，还勾结妖邪。微臣恳请陛下立刻降旨，将其捉拿回京问斩。传朕旨意，800里加急，召顾长渊即刻回京受审。苏掌柜，圣旨已下，命我即刻回宫受审。严贼定会在狱前反咬一口，可这流萤宝盒突然灵气耗尽，黑了下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什么灵气耗尽？没电了而已，连个充电器都不拿，这平板能撑这么多天才关机，已经是奇迹了。宝盒又活了？活了也没用。古代朝堂上人多眼杂，你拿个发光的大屏幕上去，皇帝搞不好真以为你会妖术，直接把你砍了。这苏掌柜言之有理，可若无此物，我拿什么定严贼的罪？对付古代朝堂，得用纸质证据。不用笔墨，这铁盒子难道能凭空生出话来？喏，铁证。这人像怎会如此逼真？肤色、眼神、衣服褶皱，苏掌柜，这莫不是把那细做的皮剥下来，印在了纸上？这古代人的脑洞，不去写恐怖小说真是屈才了。剥什么皮？这叫照片，上面的画面就是流萤宝盒里那一瞬间的定格，在这世上
没有任何一个画师能画出这种级别的细节。在你们大梁，这就是无法伪造的神迹。苏掌柜，常远此去京城，定叫那奸念伏诛。随我回京，请君策。陛下，顾长渊拥兵自重，私斩朝廷命官，他还勾结妖道，在阵前弄出什么天眼龙吟，装神弄鬼，简直是视我大梁律法于无物啊！证据在此，此乃天神赐下的天罚神卷，记录了盐贼细作纵火下毒的铁证。这是画，这世间怎会有如此神画？色彩鲜活如生，宛若真人跃然纸上。连这细作眼角黑痣上的一根汗毛，甚至衣服上的线头都清晰可见。这绝非凡人笔墨能及。神迹，真的是神迹呀！他不可能有证据，那细作明明已经被他砍了，死无对证。陛下，这定是他找了妖画师伪造的，陛下明鉴啊！伪造？盐贼，你找遍天下，若能找出一个能画出此等神迹的画师，我顾长觉立刻自刎于这大殿之上。狗奴才，这细作的模样与你府上的家丁一模一样，神明之眼注视之下，你还敢狡辩？来人，将这欺君罔上、祸国殃民的逆贼打入死牢，满门抄斩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顾爱卿，你守关有功，又得天神庇佑，朕要封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赏黄金1万两，良田1000顷。臣谢主隆恩，但臣不要良田1000顷，臣只想求陛下一物。哦，顾爱卿，你不要良田1000顷，也不要高官厚禄，那你想要什么？只要朕的大梁有的，朕都赏你。臣叩请陛下赐下国库中那颗东海夜明珠，以及一顶内务府打造的9叠凤冠。夜明珠和凤冠，顾爱卿，你这可是要送给哪家千金啊？他救了大梁3万百姓，这世间唯有最耀眼的明珠与凤冠，才配得上他。回陛下，臣要送给一位救了大梁国运的神明。苏总，短短几个月，您从一家濒临破产的五金店老板，一跃成为本市最年轻的商业大楼全资拥有者。请问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秘诀啊，大概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很傻但很讲义气的大客户吧。虽然这个大客户一开始连手电筒都不认识，还差点把血流我一地。严简君死了，镇渊关也守住了。你这家伙是不是以后都不用来了？哟，大将军换皮肤了，今天不买手电筒了？掌柜的，今日不买物，讨杯酒喝可好？行啊，不过我这儿的酒水可不便宜。不知此物够不够付这酒钱？这太贵重了，这是古代皇后的规格吧？若无苏掌柜，镇渊关早已城破，大梁早已亡国。长渊此生无以为报，这明珠与凤冠
是常渊的一点私心。愿掌柜的此生如明珠般璀璨，再不受世间半点风霜。这呆子在古代当了大元帅，到了现代还是这副认死理的脾气。顾长渊，你也听好了，没有你的银子和玉佩，我苏营的店早就被恶霸抢走了。我们这叫双向奔赴。双向奔赴，常渊记下了。敬大梁的太平盛世，敬苏掌柜的超时空百货。